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一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缓解我们压力的方法。以前我给大家录过点按劳宫穴，是可以调理我们心脏以及胸闷气短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录的还是点按劳宫穴，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产生很大的压力，要进行释放或者缓解的时候，就可以有点按我们的劳宫穴。我是习惯性有压力的话，就会握拳，把拳头攥得特别紧，然后手指会点在就是我们劳宫穴这地方，非常用力，然后基本上摸个30秒到1分钟左右，然后整个人会好一些，然后再慢慢的松开。这是我常做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是握拳，也可以用手，如果压力非常大，直接把大拇指点按在劳宫穴，就是手心的中间这个位置，然后进行点按，然后稍微按揉，一般一个地方做个30秒到1分钟，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然后进行点按。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中指看到吗？回来，就是中指和这个手心往这一回，然后这样稍微用点力抓拳，然后抓了以后30秒左右，然后放开，整个人会感觉比较舒服。所以说建议大家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可以试一试，也就减压，舒缓我们的心情。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一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坐桩，坐着的练的话，主要是练我们的气。好，下面我为大家示范一下。首先我们找一个凳子坐着的地方，坐直，然后两脚分开与肩同宽，手自然而然在肚子面前，然后抱球，就这样放着，坚持做。每次做多久？就是说我们站的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最少是15分钟以上，甚至20分钟。然后呢，我们做这个动作，慢慢的会感觉到我们胸前、肚子这个位置是发热的，然后整个人感觉到气是非常足的。如果你练个1周、半个月以后，你发现你整个人的气是比较足，上下楼，然后喘气就比较减少，证明你练的是对的。好，大家如果不想练站桩，可以练坐桩试一试，这个动作也非常好。我们主要是练气，气足，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一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锻炼我们胯骨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们坐着就可以操作。下面我为大家讲解这个运动的操作方法。首先我们找个凳子坐在这里，然后屁股坐到凳子的1/3处，不要坐太多，坐1/3。好，坐在这里以后，脚前面是有一条线的，脚前面这有一条线，然后脚不要动，就是我们的整个脚掌不要动，要让我们的膝盖去拉动我们的胯骨来运动，拉动我们的胯。好，看一下，好，先往回收，这个往前，这个往回，这个胯，然后就是错开了，然后再慢慢的收回来。好，看胯骨都错开。好，再来3，看到吗？4、5、6、7、8、9，这样的话，我们就是9次为一组，我们做个3组左右。然后呢，做3组的话，它可以对我们的胯骨进行一个调整。把我们的胯骨调整好了，包括我们很多人胯不舒服的，以及然后有的是长短脚或者我们腹部不舒服的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调理。好，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坐在这里操作。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一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整我们
含胸驼背的一个方法，就是包括我们胸闷气短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锻炼。这就是我们的扩胸。好，我给大家示范，首先是把我们的胸往前，然后弓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向后打开，就用力一定要打开。好，有些人后背长期弓着的话，你好像往后一打开，就会发现咯吱咯吱的响，然后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要缓慢。好，再看一遍。好，往前，好，再慢慢的打开。好，再往前，再慢慢的打开。有些人长时间含胸驼背会发现这胸这地方都非常紧，就打开比较困难。好，我们看一下背面。好，往前弓，把背挺起来。好，再慢慢打开。好，往前弓，背挺起来，再慢慢打开。好，大家如果有这些问题，可以试一试。每天坚持做个9次就可以。也就是说，往前弓，然后打开，这是1次，做个9次。有些问题我们是要循序渐进，要坚持锻炼，效果才会更好，而不是说一下子就做好了。要慢慢的做，把我们的身体一点一点调好。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一张鹏，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矫正我们的驼背的一个方法。有些人长期玩手机，低着头，然后造成我们含胸，甚至背都是驼的。好，下面我为大家示范。首先看一下背面，背面是把我们的手这样交叉着做，向后面就是向下，然后进行拉伸，好。肩是往后要打开。好，下面是要靠着墙，就是脚离我们的墙有一点距离，然后身子看到吗？打开，手往下，重复刚刚手往下，然后肩膀打开，两个肩向外打开，往下打开，然后好，头尽量往墙上靠着。好，打开以后数5到10秒。好，放松。好，再做。5到10秒。好，放松。好，再练。好，放松。你刚开始练的时候，如果说含胸驼背久了，会发现这两边是非常酸痛的，甚至感觉拉得特别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肌肉长时间僵硬，然后收缩，然后把它拉开以后，它慢慢的会供上血，慢慢会变柔软，我们的胸随着就慢慢就打开了。怎么每天做多少呢？每天坚持做个9次，就这样放松，然后打开。然后再放松是1次，做9次，要坚持做，把我们的含胸驼背这个问题进行矫正解决了。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一张鹏。最近有人跟我讲，就是洗头弯腰老腰痛，然后弯不了。包括洗衣服弯腰也痛，像男生洗头时间短还好，女生有时一洗就时间长，整个腰都会非常痛。今天教大家就是一个去洗头做的一个动作，然后改变我们这个问题。好，我们有些人洗头是这样的，即使这个水池比较高，我们还是这样，看到吗？这个后背就这样弓着，基本上是这样，要么就是有些人这样弯得更狠一些，洗东西这个后背全部拉伸就比较疼。好，下面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把两脚分开，两脚打开，然后这样去弯，看好这个腰立马就塌下来了，也就是我们的腰塌下来，然后弯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腰就不会拉伸，不会弓着，它就不会痛了。然后如果说低，我们脚稍微分的再开一点，然后再低一点，好去做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腰都不会痛，就把它抬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脚并拢着，然后你弯腰，你的脚这个背一定是弓着的腰这个位置，然后拉的脊柱就会出现变形，甚至疼痛。如果说我们把两脚打开，然后那么脊柱就是塌下来以后，它比较平，然后脊柱是放松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弯腰，长时间它就不会疼痛。好，大家如果腰痛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效果是很不错的。谢谢大家，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爱健康爱养生，大家好，我是武夷帐篷。今天分享一个就是活动我们全身大关节的运动，然后可以拉开我们全身的经络，然后把经络拉开，关节活动开，我们减肥瘦身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下面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操作。首先我们分开两脚自然站立，然后当我们左腿向上抬起，然后右手往这并拢，看到吗？好，一，然后再换，二，放下来，三，放，四，放，五，六，七，八，九，10。好，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你的膝盖，然后包括我们两个胯关节，还有我们的肩膀、肘这些大关节都会进行拉伸和活动，包括我们的背部全身的经络都要拉伸。如果你做个大概做个10次左右，你全身就开始发热，然后出汗。这个时候我们要坚持，一定要做49次，就是每天做这个动作，做49次。同时你慢慢就会瘦身，然后经络变柔软，气血也会好。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效果非常好，谢谢。